我是小天，欢迎回来。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 PS5 的开箱。PS5 说起来上市也挺久了，应该至少大半年了吧，去年年底就应该有货了。但是我也是最近才抢到。抢这台 PS5 机器的故事是这样的：大约在1个月前 ，Emma 看 GameCut 频道，迷上了《死亡搁浅》里的风光，于是决定要买台 PS5。但海外现在 PS5 仍然是一机难求。为了不支持黄牛挣钱 ，Emma 开始蹲守各种卖 PS5 的网站，发现虽然 PS5 时不时的在这些网站放货，但她也没法及时知道并且下单。要是能写个小程序跟踪各家网站放货就好了，Emma 想。然后发现网上其实早就有人这么做了，还无私的分享了出来。于是，在善良的玩家们的帮助下，Emma 终于成功的在百货公司 Target 抢到了一套 PS5 加手柄的套餐。当然，她还下单了心心念念的《死亡搁浅》。走了，去拿 PS5 了，还买了个游戏《死亡搁浅》也一起可以拿。不知道为什么 PS5 不支持快递寄送，只能选择去 Target 线下取货。你 ID 拿了吗？没有。取机器需要出示身份证明，然而 Emma 忘了，于是只能去碰碰运气了。墨尔本现在还在封城，几乎所有的店都关着，商场显得空空荡荡的，基本上都是下了单来线下取货的人。先去 JB Hi-Fi 取了游戏《死亡搁浅》，取货的地方在地下车库的一个角落。Hey mate, how are you today? Good, how are you? I'm good, my friend. You have your ID on you? Yeah. Perfect, thank you so much. That one's yours, man. Enjoy. Yeah, thank you. Cheers. JB Hi-Fi 检查 ID 很认真，还好是用我的身份订的，很快就取到了。下一站 Target 去 PS5。Morning, how are you? I'm here to pick up. Beautiful. Won't be long soon. Okay. They'll bring it out. Yeah. Is it heavy? I'm It's not. not too heavy. Oh, that's fine. It's all That good. feels good. Yeah, thank you. Cheers. 出示下单的二维码，成功的拿到了 PS5。回去开箱喽。我买的是光驱版，它的自带的这个容量825GB，也是一个挺奇怪的数字，我也不懂为什么不直接上个 1TB，搞个825这么奇怪的数字。OK， 那我们直接就把它打开，这个平躺下来会更好拿一些。费劲儿，终于把它给拿出来了，保护的壳子给取了。单手拿着还是有点重，然后手柄我们也把它拿出来，随机附带的是一个就很经典的白色，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也把它拆了，另外一个手柄。开箱就到这里，然后我们马上就把 PS5 和电视连起来。PS5 已经购入1周多了，最后分享一下体验。首先 PS5 的画面相比 Switch 肯定是好太多了 ，DualSense 的手柄震动的体验也非常的独特。虽然 Switch 的 Pro Controller 也有震动，但是两者的震动非常不同。更特别的是，由于 PS5 的手柄它是自己带音箱的，更由于这个音箱距离玩家的距离真的特别近，所以从这个手柄传出的声音会有一种非常与众不同的临场感。比如在玩《死亡搁浅》的时候，有时候能从这个手柄上听到婴儿的哭泣声，真的会吓人一跳。当然，以上体验均由 Emma 提供，因为毕竟我自己还没怎么能够玩到 PS5 呢。等什么时候 Emma 通关了《死亡搁浅》，我大概有机会可以出一期 PS5 的深度体验。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